比特币下跌反而是最好的布局时机吗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现在依然坚定的持有这张50万美金价值的比特币多单，那以太坊的仓位呢，只有比特币的一半。目前呢，利润已经大幅的回撤了，目前总和的利润呢，也不过250万台币左右，甚至不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山寨币的仓位，目前呢，我最看好的山寨币仓位最重的，无论是现货，无论是合约，都是放在 Avalanche 身上。那之前有不断的解释过为什么，因为雪崩呢，其实我们会看到它非常的强势，而且它后面走出来的走势呢，也很符合我的预期的，所以我自己最重的仓位就是在 Avalanche 身上。那 Solana 呢，目前也是持有多单的，而且我今天也会说一个，我刚刚就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呢，抄底的币种。那现在总和的利润呢，当然要扣掉以结盈亏，也就是资金费率的部分呢，大概还有8000多美金吧。那如果你也想试试看交易的话，你也想买你喜欢的山寨币，可以点击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新用户 KYC 入金100美金，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。那 BigGet 你只要入金达成一定的交易量呢，就送你体验金。好，我们来看到比特币的盘面上，其实我们现在呢已经很久没有从周线来看了。那其实从周线来看呢，我们可以先强调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先找一个对的图表。那我们用 Index， 我们就不用交易所了，因为 Index 它才有2009年到现在的，我们才能纵观比特币的历史。纵观比特币的历史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基本上在牛市的上涨过程呢，都会有2次的比较大波段的下跌。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的牛市嘛，那很明确，我们上一次的牛市2次的这种大的下跌呢，就是这是第一次，然后这是第二次，等于说我们整个2020、2021的牛市呢，就是这2次的下跌啊，中间有回调，那当然回调就是很好的抄底机会啦。那我们在2017年的那一轮牛市呢，这里是一个机会，这里是一个机会啊，基本上就这2次比较大的回调。那我们到2013年呢，也是2次，这是第一次，这是第二次，大家不要小看这2次回调哦。第一次回调的幅度呢，有高达45%，45%什么概念呢？我们就取一个50%吧，比如说现在是4万，对不对？41500，然后起床哦20700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然后这里的回调呢也很夸张，这里的回调是来到80%，80%就真的很夸张了。我们就取4万4832哦，也就是只剩下8000块，4万只剩下8000，就是跌80%的这种感觉啊。当然啦，现在的比特币呢已经没有像之前波动性这么大了，市场也比较稳定了，比较成熟，不会有那么大的波动。但我们一样有机会出现一天30-40%的这种跌幅或涨幅，这也绝对是有机会的。那我们再来可以看到2017年的这一轮呢，中间曾经有40%的跌幅，40%是什么概念呢？只剩下原本的60%啊，60-24，也就起床只剩下24000、25000左右，也是很夸张的。以现在的价格，起床只剩下24000、25000，很夸张了。这里呢也有40%，也就是一轮牛市呢，你第一次没有抄到底没关系，它中间都还会有2次给你抄底或加仓的机会的。那我们要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。还有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呢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下跌，就下跌了61%。当然这比较夸张了，这个是因为我们当时呢，有很特殊的事件啊，312嘛，对不对？有新冠疫情的影响，然后到这里呢，也是下跌了50%左右，也很夸张。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价位呢，下跌50%就是2万，非常的夸张啊。所以我相信我们要抄底呢，都还是有机会的，因为我们在牛市当中呢，都会有2次比较大的下跌。那如果现在你还没有抄底的朋友呢，到时候还有机会。那如果有抄底的话，像我就一定要好好的拿稳啊，不要被随便的跌幅就甩下车了。那我们在周线上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它走了一个通道，而且我认为这个通道一定有效。你可以看我们下面呢2个接触点，上面也有2个接触点。那下面的这2个接触点呢，它其实画出来的这条趋势线呢，已经比较和缓了。那这么和缓的趋势线呢，就可以表示它真的能代表这波上涨的趋势。怎么这么说呢？那比如说，你看我们这个趋势线，它就比较陡峭。那这么陡峭的趋势线，它跌破了，仅只能代表它上涨的加速，它加速上涨这一段已经减弱了，或者说消失了，不代表说我们的多头趋势会结束。但如果说我们这个通道都被跌破的话，那我认为我们可以正式的宣告这波多头已经结束了。但当然了，现在还没有发生。但如果发生的话呢？
我相信这条趋势线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的。那我们来看到上缘其实我们现在受阻呢，我相信就是因为碰到了上缘的影响。那如果我们能突破这个通道的话呢，我相信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有很夸张的利多啦，比如说现货 ETF 它确认真的会通过等等的。那如果说没有的话，说不定我们就是在这个通道呢，然后往上挣扎，再往上，比如说到5万左右的这种地方，那可能这波也就差不多了，除非真的有现货 ETF 能通过的这种消息面。好，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再切小到日线其实日线上呢，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条趋势线呢，它效力还好不好？这条当然也是比较和缓的，我也认为它理应不应该随便碰回来的啦。如果碰回来的话，当然代表说这个盘面已经变弱势了。那最后就是这个 M 顶这个 M 顶前低绝对不能破。如果前低被跌破的话呢，那我相信我们绝对会有更深度的回调的。其实现在我们稍微撑住，然后往上走，这当然是好事但如果说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呢，它居然都没有往上破，那我认为我们的风险就会逐步的增加。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个下降趋势线，如果说我们有一个突破趋势线的机会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在突破的时候，然后去选择加仓多单。如果你没有多单的话，可以直接入场。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短多不错的机会那当然你说4万它会不会破呢？我不希望它破，当然是不希望它破，因为破了的话就代表它会有更深度的回调。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它确实是有稍弱势的一点，那如果说接下来的几天呢，它还没有往上走的话，我就会认为确实会蛮危险的。这点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，尤其我们在下跌的时候呢，山寨币一定是跌得最惨的。那我们最后呢，我们来讲一个山寨币吧。这个山寨币是我今天有抄底的，而且我认为现在抄底呢，它的这个价位非常的美妙。现在其实我们从周线来看呢，铭文或者说欧底赛道呢，这个铭文这个赛道，它肯定是在风口浪尖各式各样的铭文都在喷发。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炒这些，肯定要去炒热点，就不要炒一些老的币种，老的币种就没有活力了。那欧迪这个币种，你可以看它的量能是在周线上是有爆出来的，这根量能还有这根量能而且我们再切到日线来看呢，其实我们之前所走的就是一个箱体的整理，整理完之后，好，没问题了，暴涨了。那这里我认为它也在走一个整理，整理完之后，我相信它也会有一个很可观的涨幅的。只是呢，我现在就想要先布局了。我认为我们现在大概在44到46左右的位置呢，是一个蛮适合、蛮值得布局欧底现货的地方。这个价位如果入场的话呢，其实止损也很好挂，就前低点40，如果跌破那就必须走。但如果没跌破的话，这里它就是一个在有限的亏损之内呢，然后可以博取很大很丰厚的这种利润。我认为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入场机会，尤其你可以看我们再把级别切小一点，到4小时现在这里呢，我认为它就是在支撑之上反弹了，而且我自己是有去抄底它的，你可以看这里有阻力嘛，然后这里支撑，那我认为到这里就可以抄底了。之前其实我也有想抄底这个欧底，但是呢，它的价位太高了，在前高点附近。那现在回落了，如果说你本来是有打算要去入手这个币种的话呢，我认为现在是一个不错的机会，而且我相信它还会再有一波喷发的。即使它不破前高，我们就直接拿到前高点了，这也是一个50%的涨幅了，等于说抄底$10,000就赚$5,000，也是很不错了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